到进转全球，我是黄胜凯。台股在礼拜一创下破纪录的跌势之后，连续2天跟随日股强势反弹，在今天狂飙了794点，刷新史上最大的涨点纪录。台积电2天来更大涨超过1成，站回了920元，这让很多的小股民都感叹自己被多空双8个震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6个字一直无限循环，就是利差交易平仓。日本央行日银在7月底意外升息，引起了日元利差交易崩溃，这也让全球市场陷入了惊涛骇浪。而日本央行日银的副总裁内田真一在股灾之后公开表示，如果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状况不稳定的话，那日银就不会升息，显然就是要安抚被吓坏的投资人，而他的安抚也非常有效，助长日股在今天进一步反弹，日元汇率一度回贬了超过2%，下探将近148日元兑1美元。随着现在市场上冲下洗，很多人是趁着反弹逃命出场，但是也有人越跌越买。all in 逢低抢进。根据摩根大通，这礼拜一美股大跌之际，机构投资人逆势净买入美股多达140亿美元，还有很多的避险基金。过去几个月，不管是在做多还是做空，他们都在平仓离场。不过在礼拜一却以5个月来最迅猛的速度涌进美股抄底。避险基金这一类专业投资人在市场就被称作是聪明钱。那作为笨钱的我们这一些散户，现在跟着聪明钱进场，到底是抄底还是接刀呢？如果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先得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彭博的财经作家任淑丽已经帮我们问出来，就是日元利差交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就能够告诉我们这一波利差交易平仓潮它到底结束了没有？很多的分析师认为，这一波利差交易平仓潮可能才进行了一半。过去几年，全球最盛行的交易之一，就是拿几乎零成本的日元去投资其他高收益的资产。那实际规模到底有多大？分析师的估计从几千亿到几兆，甚至几十兆美元不等。资料显示，日元跟美国费半指数还有标普500指数的相关性，甚至超过了跟日股的相关性。这就显示出拿日元去买美股确实相当流行。而且随着这一股利差交易平仓，这个月的日元飙升了超过1成，美国科技股也同步大跌超过1成。另外，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到7月初为止，避险基金这一类的机构投资人目前还在一面倒的做空日元，日元的空头部位规模超过了140亿美元。即便过去2周日元急升，空头大肆回补，但是日元的做空部位到上礼拜还是高达了60亿美元左右。日本银行流向外国的借款也是观察利差交易的指标之一，包含了银行间的互相拆借，还有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借款，这几年都是快速成长。到今年的第1季已经达到1兆美元左右。同时，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到今年第1季，日本投资人的国际投资净值已经达到了487兆日元，这比3年前成长了将近2成。这就显示出日本投资人也在从事日元利差交易，也就是拿便宜的日元去买其他的外国资产。这些资料都在告诉我们，日元利差交易的平仓潮可能真的还到半路。而且你别忘了，日元、日银即使暂时不急于升息，但是日银准备升息的立场还是没有改变，顶多他们的升息脚步放慢，这让市场有更长的时间来适应新的情势。我们继续要带您看到的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他明明已经从滨海的加州搬到了德州，但是还是不改住海边的个性，他管得非常的宽。他一边批评英国反移民骚乱，警察打击白人偏袒少数族裔，还说一场内战在所难免。另外一头，他看到美国网友在转发台湾好事多跟特斯拉的促销合作活动，他居然亲自回应这项活动他没有获得批准，马上喊卡。才刚走进美式卖场，消费者目光就被眼前的电动车给吸住，上车人潮不断上门，民俗月到，特斯拉进驻7家好事多门市，贷款8成、9成全额贷都可以。
看看价目表，虽然车子定价没折扣，但有送价值3000元的隔热纸优惠券，以及电商折价券1万元。如果有黑钻卡，回馈金更超过3万元。北部好事多的那个名额其实好像都已经用完了，所以是没有办法再刷卡了呢。知名电动汽车分析师梅里特也注意到台湾销售方案，在自己社群分享中英文文宣，结果调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亲自留言回应说，这项活动没有获得批准，以及立刻终止该项活动。马斯克此举也引来台湾网友讨论，有人酸马斯克允许自己大降价，不许展间小回馈，还有人说马老板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影响潮度的行销，更直言马老板管真宽。镜新闻顾家珍、于家伟采访报道。好，不过马斯克应该多花点心力管的，应该是特斯拉的品质。日前公司公告，部分车辆的系统它没有办法侦测到前行李箱盖处于解锁的状态，所以很有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打开了。中国市场在昨天开始召回总计168万辆的车，包含了进口的 Model S、Model X， 还有中国生产的 Model 3、Model Y， 都受到影响。展示会场看来相当受欢迎，但实际上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情况恐怕并不乐观。因为安全顾虑，特斯拉在中国宣布召回超过168万辆车，数量创新高。不止在美国，在中国也召回大批车辆。尤其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号更发布特斯拉召回公告，提到特斯拉部分车辆系统可能无法测到前行李箱盖处于解锁状态，行驶的时候前行李箱盖恐怕会掀开，增加碰撞风险。因此，公司要召回部分进口的 Model S 跟 Model X， 还有中国国产 Model 3以及 Model Y 电动汽车，将透过汽车远端升级技术，免费升级软体，要来识别前行李箱盖故障状态，也能对故障车辆免费修复。Due to a hood issue that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a crash. 不过，这已经不是特斯拉在中国首次召回车辆，今年初也召回超过161万辆电动汽车。马斯克近期麻烦事一桩接着一桩。金新闻叶颖文、吕嘉涵报道。好，再来关注中国的经济一大警讯。中国的海关总署在今天公布7月份的外贸统计，结果显示出口成长意外减速，代表海外的需求已经放缓。那对于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外销的经济体而言，当然也埋下了隐忧。我们就带您看到中国过去这1年来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表现。在我旁边这一条蓝线是每一个月出口年增率的变化。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出口数据曾经下滑超过14%，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最惨的成绩。不过在那之后呢，情况慢慢回稳。你可以看到整条线的趋势是往上走。那今年除了在3月份出口下滑之外，其他月份的年增率都高于0，这代表说出口其实都在成长。这也是为什么原本市场预期最新的数据年增率要进一步上升到10%，不过今天公布的实际数字却只有7%，是比前一个月还要更低。背后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之外，可能也反映出其他国家开始抵制中国大量外销的低价产品，导致他们的出口表现不如预期。那对比出口成长减速，中国7月份的进口不止重新成长，而且成长的幅度还大于预期。不过，如果你认为说这代表说整个中国的消费力道、内需市场有所改善，那恐怕是大错特错。我们同样先来看到过去这1年多，中国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年增率变化。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中国的进口下滑幅度高达12.4%，这同样也是疫情爆发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那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成长，但是没有办法维持，有时候是增加，有时候减少，这让整条线在中后段看起来走势相当震荡。这也代表说，中国的内需市场其实并不稳定。那在今天公布的7月进口成长率来到7.2%，再一次由负转正，而且这个数字是比外界预估高出了1倍以上。但是专家就表示，最新的进口数据会明显转强，很大的原因是半导体制造商他担心美国有可能会扩大晶片出口管制，所以更积极的采购设备。实际上，在中国的消费力道或者是消费需求改善的程度，恐怕也相当的有限。那你要知道，中国消费者他们的需求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进口数据，虽然可以掌握到大概的状况，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进口数据它涵盖了
企业的采购。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整个消费的力道到底有没有回稳，可能在零售的销售数据是更好的观察指标。我们就带你看到中国零售销售从2019年以来的变化。这条蓝色的线是实际的销售数据走势，黄色的线是根据疫情之前的趋势画出来的一个趋势线。那你可以看到这两条线的开口，随着时间过去，变得越来越大，代表说实际的零售销售不但没有随着疫情过去回到该有的水准，而且差距还越来越远。如果我们以2019年的12月作为一个基准，我们把这个月当作100来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呢，根据疫情前的走势，如果我们跟着疫情前的趋势这样画过去，到今年的6月份应该要是成长到148.9。代表说6月份的零售销售应该要比疫情之前高出将近50%。不过实际上来看，蓝色这一条线却只有走到118.5，等于说不要说成长50%了，就连2%都不到。而中国内需持续疲弱，对很多的跨国品牌也造成了不少的打击。像是欧洲的各大精品业者不久前就纷纷公布中国的业绩明显下滑，星巴克的中国业绩甚至还出现2位数的下降幅度。我们再来要看到的是美国大选的最新消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接手了副手人选，是现任的明尼苏达州长华兹。华兹过去对川普阵营炮火非常猛烈，他曾经形容川普跟范斯是一个怪咖组合。那在昨天呢，首度以竞选搭档的身份，跟贺锦丽共同出席宾州的造势活动，也继续火力全开。华兹的形象非常亲民，而且很正直，加上他是一个退役军人，而且又有教育界出身的背景，被认为可以跟贺锦丽互补，争取更多的选票。代表民主党角逐白宫大位的贺锦丽和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携手现身宾州的造势活动，一出场立刻引来全场欢呼。 Over those next 91 days and every day in the White House, I'll have Vice President Harris's back every single day. And we'll have yours. 首场大选造势上，他也火力全开，左批川普，右打范斯，更隔空对范斯下了辩论战帖。 Since the day that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I've set out to find a partner who can help build this brighter future. 华兹在中西部出生长大，过去曾经担任陆军国民兵，高中老师出身的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式足球教练，还曾经到台湾传教过。中国6·4天安门事件爆发后，他也亲自赴中国教书，事后积极关注中国人权，形象正直又亲民，一改以往民主党候选人给外界满满精英感的形象。学者分析，贺锦丽选华兹是想要增加白人农村男性的选票，替自己的弱项互补加分。Tim Walz's record is a joke. He'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r-left radicals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t any level. 贺锦丽阵营一公布副手人选后，对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立刻在造势活动上抨击华兹，假装挺中部地区的美国人，双方你来我往，提前掀起一场副手大战。今新闻林子黄平杰报道。好，再来看到战云密布的中东，全面性的冲突一触即发。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在伊朗遇刺身亡之后，传出将由辛瓦出任哈马斯的领导人，而这个辛瓦就是10月7号以色列恐怖攻击的主谋。这等于跟以色列的和谈现在希望看起来更加渺茫。就在伊朗准备要替哈尼亚遇刺展开报复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的真主党在昨天已经出动无人机跟火箭炮攻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也造成很多人受伤。而且他们放话要继续进行强而有力的报复。防空警报大作，以色列北部6号遭黎巴嫩真主党大批火箭炮和无人机猛攻，山区到处冒烟起火，高速公路也被炸出弹坑。为了报复一名真主党指挥官遭以军杀害，也替日前在伊朗遇刺身亡的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报仇。真主党放话，这只是报复行动的前奏，将和伊朗、也门盟友合力对抗以色列。إن شاء الله يودنا آتي قويا مؤثرا فاعلا
就在真主党领袖发表谈话同时，以色列也展开回击，以军战机超音速低空飞越黎巴嫩首都上空，更释出影片称直接命中炸毁真主党军火库。眼看中东战火一触即发，日本、南韩都发布旅游警示，要公民尽速离开黎巴嫩和以色列。美国则强调将持续对话，为局势降温。而哈马斯新领袖确定由强硬派代表加萨走廊领导人辛瓦接任。辛瓦可说是最让以色列头痛的对象，被认为是去年突袭以色列的幕后主谋，多次躲过暗杀。He has been and remains the primary decider when it comes to concluding a ceasefir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与卡达、埃及斡旋，称已经快要达成停战协议，但分析普遍认为，辛瓦上任将强化哈马斯的激进路线，恐怕只会加剧停火难度。镜新闻王杰、黄品杰报道。好，再来看到近期获得文化部资金补助的台剧《零日攻击》，日前已经释出了预告片。由于整个剧情围绕台海战争，这被国民党立委质疑，这难道是民进党在做认知作战吗？不过，身为这一部的投资人之一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在昨天出席活动时表示，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不能麻木不仁，所以必须要拍个片来警告。他也同时针对两岸关系提出见解，他认为台独就是维持两国互不隶属的现状，也等于是维持和平。我们面对的不是在战争和屈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确保我们的生活方式永远不会被剥夺。文化部补助的台剧《零日攻击》以解放军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为背景，探讨一旦发生台海战争，台湾可能处境，但遭蓝委抨击是民进党认知作战。大家一个警惕啊，所以说我们台湾不能够完全麻木，对这个中共可能威胁无感啊，那么这就变成像那个温水煮青蛙啊，很危险。所以必须要拍个片子来警告。曹兴诚首度投资台剧，他直言零日攻击预演武统有其必要性，也100%认同总统赖清德所主张的两岸互不隶属。74年来，台湾没有1分1秒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后也不会。那么我们对于和平战争的定义也要了解，维持现状就是和平，台独就是和平。我们只是维持和平，你去改变别人现状就是战争。直球对决敏感议题，两岸互不隶属，不玩文字游戏，认为台独应该得有新诠释。台独很简单，就是维持两国互不隶属的现状，我们主张就是这样而已。现在我们大家对台独应该有个新的了解，是我们只是要维持现状，不想被中共吞并而已，这就是被污蔑成台独。面对台海争议，不管是事前认知或战事准备，这位科技大佬心中不存在模糊空间。镜新闻黄轩、吴若莹、施佑伟、李姿贤采访报道。今年的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将会在8月11号在美国宾州华盛顿市举办。台南代表队已经提前抵达美国，在比赛之前也特地去参访辉达的总部。而同样也是台南耶纳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特地抽空亲自接待这些来自家乡的年轻球员。黄仁勋展现十足的亲和力，拍照签名来者不拒，也即兴在总部大厅跟小球员们投接球，同时以国台语双声带对话。黄仁勋鼓励代表队全力以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台南代表队的第一场比赛将会在台北时间8月11号凌晨5点开打。台湾的全民英文老师、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彭蒙慧，在去年6月才刚刚拿到台湾的护照，没有想到在8月6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辞世，享其寿98岁。他为台湾奉献了超过70年，在生前还在遗嘱交代要捐出一切所有。前总统蔡英文、总统赖清德跟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纷纷缅怀悼念。Wow, a passport for me. You know,
I've always felt like I'm a Taiwanese. 前总统蔡英文才刚颁发护照，欢迎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成为台湾公民。没想到彭蒙惠在8月6号傍晚就经传离世，享其寿98岁。蔡英文一早就透过脸书缅怀彭蒙惠。透露今年4月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还记得他曾说过：“心在哪，家就在哪，而我的心在这，台湾就是我的家。”总统赖清德也深感不舍，也感谢他一生投身教育。而过去曾和彭蒙惠同台朗诵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悼念，非常非常难过，我非常荣幸颁发我们的身份证给彭蒙惠老师，他也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台北市民。这位堪称跨世代英语教母创办的空中英语教室，横跨3代台湾人学习英文的青春记忆，可说是全民共同的英文老师。Studio Classroom not only wants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but we want to help you know how to use English in your life. And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其实彭蒙惠早在12岁时就和上帝约定，要为中国人传递福音。25岁就来台，全力投入英文教育推广。先是到花莲偏乡服务原住民，前后创办空中英语教室跟天韵合唱团，还经常以小喇叭吹奏诗歌，用音乐传福音。来台奉献超过70年。即便晚年因腿部肌腱退化，需以轮椅代步，但依旧坚持每天上班教英文。A kind word spoken at the right time can change someone's perspective. 如今彭蒙惠因多重器官衰竭辞世，生前遗嘱还交代把一切捐出。他毕生用爱跟教育，奉献一生的精神将永留人间。记者林佩邱祥俊采访报道。好，再来看到热带风暴黛比在5号上午在美国佛州登陆之后，带来丰沛的雨量、狂风暴雨，目前造成的交通事故、路树倒塌等等的灾害，已经有6人死亡，往返佛州的航班也受到了影响。那现在黛比的风速虽然稍稍减弱，不过未来还是有可能再绕到乔治亚州或者南卡一带2度登陆，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灾情。民众骑着越野型的沙滩车在水上移动，但这里不是河川，而是一般的道路。路旁的交通号志就是最好的证明。暴雨过后，路上出现超大坑洞，这些都是热带风暴黛比横扫美国佛州留下的惨重灾情。美国乔治亚州部分县市甚至发布宵禁，呼吁民众待在家里，不要外出。But it's designed to help us to move our system around the county safer. That's what the purpose for the curfew is, to get folks out of the way of what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热带风暴黛比5号上午以1级飓风之姿登陆美国佛州大湾地区，风速一度来到每小时130公里，随后减弱，但仍为当地带来倾盆大雨，累计雨量来到200到400毫米。佛州州长迪桑特强调，虽然黛比的风速没有像过去造成重大灾情的飓风那么严重，但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Riverines. When they get to be a certain level, and when they crest, and the water that's going to come down from Georgia, it's just going to be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be on alert for, not just throughout today, but for the next week. 黛比穿越佛州之后，会先在大西洋吸饱水汽，再从乔治亚州或是南卡罗来纳州再度登陆美国。So this is a level 4 out of 4 risk for excessive rainfall. We could see catastrophic flooding, water rescues, flooding in places where it doesn't usually occur.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乔治亚州或是南卡罗来纳州到了9号上午的累积雨量恐怕会来到500到760毫米，并出现致灾性的洪水灾情，呼吁当地居民提前做好准备。金新闻张慧杰新闻报道。明天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进转全球，最后带您到奥地利看越野车山地训练。进转全球，感谢收看，我们下回见。